刻意练习是一本教你如何在任何一个领域成为高手的书。读完它后，我深受启发，决定用书中的方法训练1个月，看看我能把速降山地车的成绩提升多少。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1个月内把一条叫做 Espresso 的黑道骑行6分钟。这个视频就来记录一下我这1个月的练习过程，顺便来聊聊我对《刻意练习》这本书的看法。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Espresso 这条道，它是北温 From 山人气最高的一条经典线路。虽然它标的是黑道，但是大部分路段难度不大，骑起来很流畅，属于那种高手能爽到新手也能骑的路线，所以人气很高。另外这条道呢还有2个很好玩的双黑难度的 feature。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经典大石头的时候的震撼，当时的我无法想象这么陡的石头到底怎么能骑。当然经过这次集训，我现在骑它们已经很轻松了。先大概介绍一下咖啡骑行6分钟大概是什么水平。在高手云集的北温业余比赛 Fiverr 中，6分钟大概能在50人的成年男子组中排到25名左右。要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 Fiverr， 我荣获了男子组的最后1名。北温山地车文化历史悠久，高手云集，参加 Fiverr 比赛的很多人都是从小开始骑车的老炮，所以咖啡能骑进6分钟，对于一个才骑2年车的人来说，我自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书中刻意练习的方法总结下来其实很简单，也就4点：制定目标，保持专注，离开舒适区，以及及时反馈。首先呢，根据自己的水平制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目标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并且给你的目标设定一个时间线。比如我的目标就是在1个月以内把 Espresso 骑行6分钟。保持专注，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练习的时候要心无旁骛。离开舒适区，这一点说来简单，就是练习的时候要始终在自己的舒适区外面一点点，不能离开太多。离开太多的话容易受伤，一直待在舒适区里就无法进步。不过要做到长年累月离开舒适区是非常难的，人都有待在舒适区的惰性。我觉得这也是区分高手和普通爱好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最后，及时反馈也非常重要。书里面建议最好呢能找到领域内的专家当教练，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条件，不过我觉得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给自己反馈的办法。比如对于骑车来说，我是通过研究每天自己骑车的视频来得到反馈。如果是滑雪的话，那就可以看自己视频里的动作来找到问题所在。这个月我总共花了8次达成骑行6分钟的目标。我第一次用时7分15秒，进行8次以后，成绩就达到了5分54秒。每次骑完之后，我都会分析当天骑车的视频，到底哪里骑得太慢，哪里走线有问题，并且我把 Espresso 这条路分成了5个小段，并且把每个小段的时间和一个好朋友的时间做对比，这样我就知道哪一个小段相对骑得较慢，好改进。这些都是我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给自己反馈的一些方法。经过这1个月的训练，我觉得刻意练习介绍的方法非常有效，我也迫不及待冬天可以把刻意练习的方法用在滑雪上面。最后，我想再来聊一聊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天赋无用论。其实我觉得这才是这本书的重点。刻意练习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总结下来就4点，上面我花了不到5分钟就讲完了。其实书中绝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在试图证明天赋的重要性被我们严重的高估了。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先举了莫扎特这个例子。莫扎特拥有绝对音准，在10岁左右的年纪就精通7、8种乐器，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甚至在12岁左右就已经在宫廷里给皇家贵族们演奏。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万里挑一的天才。可是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这样的音乐神童，现代许多小孩在比莫扎特更小的年纪就拥有比莫扎特同龄更高的演奏技巧。甚至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实验发现，绝对音准和天赋没有关系，只要在6岁之前经过训练，所有人都能获得绝对音准。那个科学家随机挑选了24名儿童，经过训练之后，所有的24个小朋友都获得了绝对音准。作者认为莫扎特不是天才，他的才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音乐老师，让他从小刻意练习的结果。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从小到大在学各种新东西的时候，天赋的作用明明就很明显。比如学滑雪的时候，
很明显，就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慢。天赋明明就很重要。作者用一个对国际象棋俱乐部的研究解答了我的疑问。为了弄清楚智商和象棋水平之间的关系，他从孩子们刚刚进入一个俱乐部开始，就一直跟踪研究，到了孩子们成为象棋大师。大家的刻板印象都会认为象棋下得好的人智商都会比较高，而研究的结果发现，最后成为象棋大师的孩子，往往是那些智商低于平均值的孩子。智商高的孩子在一开始进步快，但是在学习下棋几年以后，他们就会被那些更笨的孩子超越。最后反而是那些智商相对更低、一开始学得比较慢的孩子能成为象棋大师。作者给这个现象提出的假设是，更笨的孩子因为一开始学得比较慢，反而养成了勤奋练习的好习惯。在一开始，天赋的确能决定一个人学习某项技能的速度，但是那仅仅是在最一开始的阶段。在后期，天赋的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决定进步速度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刻意练习的时长和质量。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感悟就是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不要鼓励他聪明，而要鼓励他勤奋。因为一个常常被鼓励聪明的小孩子，为了维护住他聪明的人设，往往会回避挑战更高难度的困难，聪明的人设反而成为了他进步的枷锁。而一个常常被鼓励勤奋的小孩，往往不会害怕失败，因为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努力练习的过程才是重点。当然，仅仅用这几分钟，我可能无法说服你，天赋没有用这个理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这本书，看看作者能不能说服你。不过，无论这个理论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我认为相信它会比不相信它更好。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天赋都无法改变，而我们却可以使用刻意练习来在任何领域成为高手。与其抱怨自己天赋不足，不如把时间花在刻意练习上面。相信天赋没有用，可以让我们更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